各位朋友大家好啊，上一期视频这个评测咱们都放出来了，大家也看到了，这个充电器给小米手机、给华为手机、给苹果手机充电都还是比较快的啊。然后它的温度控制的话，满功率最高温度也就是48度左右，控制的也算可以的。然后我们这一期的话，就是把这个充电器拆开，让大家看一看这个瑞源实业出的充电头，它内部的做工和用料。咱们话不多说，直接拆解它。大家看这个正规充电器的缝隙契合度都是非常好的啊。我们想直接硬撬的话，肯定是没办法的。我们只有在它这个焊接的地方，我们用切割机把它切开。切的差不多了啊，第一次切的时候切高了一点点，第二次的话就往下面来一点点，就可以直接把它打开了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充电器是通过连接线的方式连接到插头上面的。我们看看这个主板内部也是塞得满当当的啊。我们把这个主板把它拿出来，大家看一下这个主板的样子，它是2块主板中间加一个小板，一个工字形的一个结构构成的一个主板的总成。我们大概看一下这个主板的构造啊，内部都是灰色的硅胶，都把它填满了的。2个高压电容、供膜电感、保险丝、变压器、输出滤波电容、2个输出口、1个小板。充电头的插头，这是底部这有白色的硅胶进行绝缘处理，然后这个连接处这里有灰色的硅胶进行绝缘处理，这个是防止插头跟主板短路做的绝缘处理。咱们已经把这个焊锡去掉了，这一块就是次级的输出小板，这一个是 USB-A 口的小板，然后这里有一个隔离用的塑料片，这个是初级板子，电容上面和电感上面有一个硅胶保护套把它保护着。然后这一个就是初级小板，这就是咱们拆解下来这个充电器所有的元器件都在这里。咱们现在就是从220伏的输入端到输出端，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充电器。插头为不吸磁的铜质材料，通过2条连接线连接到这个主板的输入端。这一颗白色的贴片式保险丝 3.15 安，这一颗就是这个充电器的供膜电感，内部磁芯为绿色，通过绝缘线和气泡线进行扰制，用来滤除220伏交流电内部的 EMI 杂波。这一个就是这个充电器的整流桥，适应型号是 30mm， 是一颗软桥。与传统硬桥相比，软桥可以实现开关控制的精准度更高，响应速度更快，且稳定性更好。来自深圳沃尔德实业，是专注于分立半导体器件及研发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。这家公司成立于2007年。2颗高压滤波电解电容，容量是22微法，耐压400伏。电容上面有品牌标识，这里写的 ZTC， 这个是来自深圳中天电容有限公司，这是一个私营企业，没有官网。2颗总容量44微法，电流经过整流滤波就进入这个充电器的主控芯片。这个芯片适应型号是 SC3056， 来自上海的蓝星科技，成立于2015年，是国内领先的模拟和嵌入式芯片设计企业之一。这是一款集成650伏氮化镓开关管的高频准谐振反击 PWM 转换器，可实现高效率和高可靠性，具有低启动电流、快速启动、低待机功耗等功能，集成用于 VDD 供电的分段供电电路，特别适用于输出电压范围宽的应用。陡频和智能驱动功能可使噪声最小化，提供全面的保护，防止电路在异常情况下受到损坏。这一颗适应 RS2M 的快恢复2极管，用于 RCD 尖峰吸收电路。这个就是这个充电器的变压器，有条码标识贴在上面的。我们撕开标签看一下里面，撕开标签过后，内部还有黄色的绝缘胶带进行绝缘。这边是初级端，这边是次级的输出端。整个变压器的做工还是挺好的，虽然小，但是拿到手上是沉甸甸的感觉。
这一颗横跨于初次级之间贴片式光电耦合器，负责隔离反馈调节电压用的，适应型号是 OR1009， 来自深圳奥伦德光电，成立于2008年，是一家专业从事光电耦合器及其发射、接收芯片研发、生产、销售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。光耦的背面焊着一颗贴片式 Y 电容，适应型号是 Y1102M， 来自四川特瑞祥科技。这家公司成立于2014年，是一家专业从事被动元器件产品研发与制造的高科技企业。这一颗陶瓷电容容量是1000匹法，耐压400伏，上面有各种安全认证的标识。这一个就是次级的输出端的结构，这一颗是 USB A 口的一个小板，这是次级的背面芯片部分。这一颗就是次级同步整流控制器芯片，一样的是来自上海的蓝星科技，芯片的适应型号是 SC3511A， 是一款智能型次级同步整流器，内部集成了一个100伏功率 NMOS， 可以替代肖特基2极管，从而提高系统的效率。内部集成独家专利的开启检测电路，支持 DCM、CCM 和 QR 模式的反击变换器，支持高侧整流和低侧整流。次级输出滤波固态电容，容量是470微法，耐压25伏，来自湖南盛通电子。这家公司成立于2019年，专业从事高分子聚合物固态电容的生产和销售。这一颗就是这个充电器的 USB 协议芯片，适应型号是 IP2726， 来自深圳英吉新科技，是一家专注于高性能、高品质数模混合芯片设计的公司。这家公司成立于2014年。IP2726 是一颗集成多种协议，用于 USB 输出端口的快充 IC， 它可以支持双口输出，支持 PD 2.0、3.0、PPS、QC4+、华为 FCP、SCP、三星 AFC、MTK-PE 等等快充协议，具有高度集成和丰富的功能，在应用时仅需极少的外围器件，有效减小整体方案的尺寸，降低适配器的成本。两颗输出 V80 控制管，适应型号是 3618BE， 都是来自广东微兆半导体，是一家专注于功率器件研发与应用技术研究的高科技公司。两颗 NMOS 管，耐压30伏，内部的导阻是 5.2 毫欧，分别控制 USB A 口和 Type-C 口。USB A 口旁边有一颗适应为431的一颗稳压芯片，主要是用于稳定输出电压。这一个为充电器的 USB A 输出端口，这一个就是充电器的 Type-C 端口。大家看一下内部的细节，充电器的壳体用料还是比较厚实的，后盖上面有工厂的编码印在上面的。充电器主壳体为主燃材料，充电器的后盖壳体也是主燃材料。这个瑞源出品的33瓦的充电器，文波控制到位，负载文波90毫伏左右，空载在40毫伏左右，温度控制也是控制的比较好的。快充支持小米家的、华为的、三星的、苹果系列，兼容性良好，30-40块钱的价格，性价比也不错，外观小巧，收纳方便，颜值也算是不错的。只是大家淘货的时候要注意一下，有很多外观差不多的，可不一定是这家工厂生产的。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，一键3连，点赞、关注、投币走起，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。咱们下一期评测酷泰科最新出品的双口65瓦车载充电器。谢谢大家观看，咱们下一期再见。